才看到的是2023年3月份一个黄昏，在埃及开罗吉萨金字旁边录的一段视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个单子，就是这辈子趁着还能走动的时候，一定要去游览一下看一看的地方。那么对于我来说，埃及就是这么一个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地方。2023年趁着放春假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去埃及进行了一个为期10天的浮光掠影的深度游。之所以说浮光掠影，是因为埃及的历史太悠久，古埃及的文化太辉煌灿烂，在这短短的10天当中根本不能细细的品味。之所以说深度游，是因为我们充分的利用了这10天时间。其实还没有开始行程之前，我们家爷俩都已经花费了很大的时间研究埃及的历史文化，所以我非常幸运，这一路行程当中有2个导游可以随时请教。另外，在主要的几个景点，我们也雇了当地的导游进行讲解。10天之中，我们从开罗到路克索，到阿斯万，以及到和苏丹交界的那个阿布辛博，然后再回到开罗。所经之处，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传奇。不但有远古的，也有近代的。可惜就是我才疏学浅，也没有过耳不忘的本事，所以在我的视频里头，对参观地所牵涉的历史背景就点到为止，不展开详述了。但对于网上比较少提到，而我又认为对大家出行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衣食住行之类的，我会着重说明。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又回顾了一下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从现在事后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行程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这个埃及系列我会分第1天、第2天、第3天这样子去讲，有的时候可能会把2天合并成1天，希望能在6、7集之内把这个整个行程讲完。有的时候我不会屏蔽掉当时所拍录像的背景声音，这样子的话，我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就会在屏幕上打印出来。好了，开场白就不多说了，现在就请跟我们一起来探索埃及吧。埃及航空从多伦多到开罗的航班时刻非常的贴心，是西发招致的。他们对加拿大公民的签证是落地签，到了机场取了行李往外走的时候，会经过一些像银行窗口一样的柜台，在那些地方只要是交了钱，然后他们护照都没有仔细检查就给了签证了。开罗市内的 Uber 特别方便，而且非常便宜。像我们从机场到市中心吧，应该开了差不多有15、20分钟左右，记得就花了$3还是$4。我们第1天晚上订的酒店是在金字塔脚下，是在开罗的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为了避免来回跑，我们就决定把行李先放在一个寄托中心。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市中心，放了行李之后就去博物馆。放行李的是一个连锁的机构，在市中心的这个点是一个私人的公寓，里面有人专门看着。取了所需的随身物品，放好行李之后，我们就到旁边的一个网红咖啡馆吃了点点心，然后喝了点咖啡。因为时间比较早，所以我们可以很悠闲的把点心吃完，然后完了还有时间去旁边的一个广场转一转。那个广场很有名的，叫 Square Tahrir， 相当于咱们北京的天安门广场。1952年和2011年，以这个广场为中心发生了比较有名的政治事件。所以现在广场上还有一些类似于便衣的人在走来走去。为了避免误会，我就没有在广场上拍照。屏幕上这张照片是去往广场的路上拍的。开罗的博物馆很多，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叫 Egyptian Museum in Cairo。我们2023年3月份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博物馆快建完了，还没有开，那个叫 The Grand Egyptian Museum。那个博物馆在1992年宣布开建，到2023年才建成，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正式开放是在2025年的11月份。在这个时候，在这原来这 Egyptian Museum in Cairo 的大部分东西，据说都搬到那边去了。
但是原来这个 Egyptian Museum in Cairo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景点，因为除了它里面的东西之外，它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一看的景点。我们比较幸运，2023年3月份去的时候，既欣赏了建筑本身，也看了馆内藏的各种历史文物。和后来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文物原来被挖掘的地方残留的其他一些岩刻相比，在这个馆内的岩刻都保存得非常好，有时候甚至都有错觉，这些岩刻是不是刚刚刻上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公元大概2、3千年前的作品，离我们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了。里面的大部分石刻和石像都有详细的说明，如果是发烧友，真的可以在这儿待上个3、4天是没有问题的。给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作品是一个在中学课本里头就看到过的一个木雕，这个雕像雕的是一个牧师，是古埃及第4王朝和第5王朝时候的一个牧师，距今有大概4600多年了。其他法老的塑像是以理想主义的方式来呈现人物的，他们的面貌、身材、发饰、衣服都一丝不苟，像天人般完美。但这个牧师的木雕像却是用的写实主义，牧师微微发福的身材，不完美的面容，甚至连有双下巴都给雕了出来。这在古埃及的艺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的跃进，已经懂得从不完美中发现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图特卡门的那个金冠，屏幕上放的这个容器是当时他死后制作他木乃伊的时候，他的内脏所放的容器。这是为数不多的能被允许拍照的物品，其他很多物品都不允许拍照。我们在博物馆也就花了3、4个小时吧，匆匆的把主要想看的一些东西看了看，然后就出来取了行李，去基萨金字塔下我们住宿的地方。我们在埃及的住宿都是通过一个大的平台订的，名字就不说了，以免有做广告的嫌疑。需要知道的同学们在留言处给我留言。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选评分最高的那几家，10分制的话，9.8分以下的话就不要选了。我选的这家在吉萨金字塔旁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第2天可以一大早就去看金字塔，头一天也正好可以欣赏一下晚霞下的金字塔。总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在这个苍凉的祷告声中，我们在天台上用了晚餐，当时是6点钟左右，之后7点半左右他们又祷告了一次，之后夜里就没有再祷告了，直到第2天早上差不多6点多，就是天快要亮的时候又有祷告声了。我觉得和那个佛教的南无阿弥陀佛相比的话，这个祷告声感觉是更加的悲凉神秘。